邊學邊試生活誌。今天呢，我們開一個箱，這個是我買的一個功放板，藍牙功放板。然後我們給它打開，最後呢，我们有個驚喜，從這打開吧。这個就是功放板的型號，新意的 DP600H， 最大功率是1200瓦的。說明書。2.1声道的，工作電流是10安。这就是对应的主板了，用料还是非常的扎實的，很沉。哦，不是 CNC 的板子。这個是一個板子，銅柱跟螺絲，還有旋鈕帽。這就是板子的本體了。很有分量感。專門裝了一個散熱風扇，大的電容。OK， 用料非常的扎實，很沉呀。這是坦電容嗎？那我們把它組裝一下吧。是個短的銅柱。這個是底板，上面有一部分的功率說明，支持24伏、36伏、50伏。其實這個板子可以不裝的，但是我就想着是一種防護嘛，就給它裝上吧。定位還是非常準的。OK， 外殼就給它裝好了。
看一下它的外觀啊，這裡是電源開關，這個是頻率調節，低音炮的頻率調節，低音炮的聲音調節，這是左右聲道，這3個是左右聲道的調節，這是低音調節、高音調節，左右聲道的聲音調節，這是主音量調節。這個不僅是一個旋钮，而且還有單击、雙击、3击、4击的功能。单击是暫停播放，双击是下一曲，3击是上一曲，4击是切換模式。然後我們看一下接口部分，接口部分是左声道的正、左声道的減、右声道的正极、右声道的负极。然后这是低音炮的接线柱，低音炮的负极，低音炮的正极。然后这边还有接口，这个是音频接口，这个是 USB 的接口，电源的一个接口，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插针的一个接口，其他的就没有别的了。这个音响也是支持 APP 操控的，新艺联的 APP 和上次咱那个可调电源是同一个 APP， 它支持的电压是19到51伏。这里提示了功放板不能过载输出，可能会损壞功放板，也就是说供電一定要給足。沒有了，一會兒我們用這個供電試一下。誒，插不進去，不應該啊，不行，那咱們一會兒就接線吧。喇叭的話，我們就先用這2個喇叭，先接2個喇叭吧。這個是正。我們再確認一下接線有沒有問題，正極、正極、正極、正極 ，OK。線我們已經接好了，然後我們用可調電源給它供電。我們先調36伏，按36伏給它供電，然後它的工作電流是10安。我們已經給它通電了，這裡也有指示燈已經亮了。然後我們現在打開藍牙，找到這個新意的藍牙設備，給它連接。沒想到一個小小的這個音箱竟然有這樣的音質，看來如果想要音質好的話，還必須要使用一個好一點的功放才行。下面我們就再進一步整一個活，我們之前做過，在接喇叭的這個位置給它接一個小的馬達，然後它就變成了共振音箱。然後今天的話，我們就換一個更大一點的馬達，然後我們試一下它的共振效果是怎麼樣的。我們之前試的是這樣小的一個馬達做的一個共振音箱，然後這次我們換成這樣的一個馬達，再試一下。試完之後呢，然後我們再換一個這樣一個馬達，再試一下看怎麼樣。開搞吧，先斷電，然後我們先試一下。我猜想是接到這2根線上。啊，對了，接這個喇叭它是一個交流的電，而不是直流電，所以說我們直接用這樣的喇叭。我們先量一量這2根線。這根線是不是通到這兒？好，我們就用這兩根線，然後我們量一下這2個觸點，它的電壓是多少？最大是4.5伏。
紅色的是正极，藍色的是負极，負极，長的是正极。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接线端子方便接线。我们再量一下，不要出现什么問題。有一定的電阻的。OK， 我們調節一下音量。沒有聲音，這個好像不太行。我們直接用這個小的電機來試一下。這個小的電機是震動的。是有震感的，咚咚咚。现在我们再把这个音响给它添加进去。应该是这个心意。蓝牙模式，这里有音效。还有輸入模式，這裡還有一個設置的選項，這是均衡器的調節，功能還是挺多的，其他的好像沒有什麼了。OK。用這個小的喇叭，這個功放板確實有點大材小用了，不過效果是很震撼的。小小的這樣的一個喇叭，震動的就比較牛逼，比較厲害。我家裡邊還有一個其他的音響，一個2.1的音響，主音響大概是15公分高的，兩個小音響大概是10公分高的。我準備把這個功放板給它換到那個音響上，那個音響是比較老的，它是直接插線接入音頻的。而這個是有藍牙也可以插音頻的一個功放板，可以調節低音炮的振幅和聲音，同時可以在音響上直接切換下一首、上一首，暫停和播放。後續的話我會把改造的視頻發布出來，大家期待一下，看給它加上一個更大的一個喇叭，它的效果會達到怎樣的一個高度。我們又成功了，邊學邊試，你也可以成功。如果你沒有時間親自動手操作的話，可以關注邊學邊試生活誌，同樣可以增進生活中的動手維修能力。訂閱、評論、點讚和收藏，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